见二当家的去意已决，大当家的也不再挽留，而是提醒叶喜喜可别忘了给他炒瓜子的方子。叶喜喜一想到又要写那复杂的繁体字，就觉得头皮发麻，眼神扫视一圈，最终决定呢找周玉成帮忙。周哥哥，能不能帮我个忙啊？好好说话。周玉成，帮我个忙呗。还是这样的叶喜喜看着比较顺眼，刚才那娇柔造作的模样，真是啥也不是。什么忙？我说配方，你来写。叶喜喜说完，完全不给周玉成拒绝的机会，直接找大当家要来纸笔，硬塞到他手里。我先说五香味的，1斤瓜子儿大概需要3、4颗八角，1小段桂皮，香叶2、3片。二当家看着叶喜喜，眼底满是意外，他竟然不知道八角、桂皮、香叶这些药材也能用来炒制瓜子儿。这个小丫头当真是个妙人。尝尝五香味的，可好吃了。谢谢。二当家翘了翘嘴角，嗑起瓜子来。哎，还别说，这瓜子啊，粒粒饱满，味道浓郁醇厚，比他以前吃过的那些瓜子要好吃得多。小丫头，能多给我些五香瓜子吗？我想带给我师傅尝尝。我一会儿去马车上给你取去。等写好方子，他借着马车的遮掩跟系统买了15斤香瓜子儿，全都给了二当家。想着二当家明日也要赶路，他又给他准备了一些牛肉干、油茶面，让他拿着路上吃。抱着沉甸甸的包裹，二当家感动坏了。从小到大，除了师傅和几个师兄之外，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对他这么好。小丫头，谢谢你。等我找到我师傅后，一定会去北地找你。好呀，随时欢迎。在清风寨住了一日，次日一早，大当家如约送叶喜喜一行人和二当家下山。丫头啊，等叔种出向日葵，一定派人把第一锅炒瓜子儿给你送到北地去。哎呀，不用，太折腾了。以后若是有机会，我会亲自来清风寨尝尝你们炒的瓜子儿。谢谢你们的款待，有机会再见。有缘再见。大当家挺舍不得叶喜喜和二当家的，情绪低沉的朝山寨走去。刚进山寨，他就被人拉到叶喜喜阻拦住的山洞。大当家的，你看。那人指着地上的小木匣，激动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看什么看，还不赶紧给叶大小姐送过去。这是叶大小姐留给我们的满满1箱的小黄鱼，够咱们兄弟吃好久了。看着木匣里闪着金光的金条，大当家愣了一瞬，才打开书信看了起来，说：感谢您的盛情款待，也感谢您这些年为边关将士们捐赠粮草，这些金条呢是谢礼，请您务必收下。在向日葵没种出来前，你们可以用这些金条购买生活物资，切记别再去抢劫了，更不能强抢良家妇女，好好种葵花籽，争取成为大夏朝第一瓜子商。嘿哇，咱们这是遇上好人了呀！是啊，咱们遇上好人了。去通知大家，从今天开始，就在山上开垦土地，种植葵花籽。谁要是敢跟老子偷懒，老子就剁了他。此刻的大当家呀，斗志满满，改变命运的机会已经放在了眼前。若是不好好抓住，他只能当一辈子土匪了。不，他不想当土匪了，他想踏踏实实过日子，等有钱了再娶一个正儿八经的女人，生个一儿半女的，这辈子呢也就知足了。叶喜喜可不知道大当家咋想的，此刻的他呢，正在空间里跟宋大江和宋大福父子种瓜子和花生。他昨晚思考了一下，炒瓜子这生意他们也能做呀。空间里的农作物成熟快，品质好，这就是优势。炒熟的瓜子呢，可以先放在空间囤着，等路过城池时呢，再让二哥拿去卖掉。卖的钱呢，正好可以给养父和养家大哥发工资。等到了北地，他们也可以用这笔钱多置办一些田产。喜喜啊，你要不还是先出去吧，种地这种事儿有我和你大哥就行了。行。见叶喜喜出来，忙给他分享八卦。哎，妹宝儿，嫂子跟你说，刚刚叶景军和叶婉熙大吵了一架。啊？还有这事儿啊？为啥呀？还能是啥呀？叶婉熙上给着给广平侯府当牛做马，叶景军看不惯呗。也不知道婉熙是咋想的，肯定跟许娇娇一样，为了所谓的情情爱爱，没苦硬吃。二嫂，你这话说的不对，牛婉熙跟许娇娇可不一样，她这不叫没苦硬吃，叫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咋就不一样了？不都是上赶着伺候人吗？方翠兰不解，温一图亦然，不解，以后你们就会知道。妹宝，好妹宝，你就说嘛，你不说的话，今晚二嫂就没法睡觉了。好吧，我告诉你们，可你们不能告诉别人哦。放心，二嫂嘴严着呢，绝对不会告诉别人。我也是。萧世子不是真正的广平侯世子。什么？老天奶啊，咋又是换孩子的狗血故事呀？
小声点儿。那他是谁家孩子呀？真正的广平侯世子又在哪里啊？叶喜喜不说话，用手指了指天上。温若彤看懂了，她的脸色当即变得凝重起来。妹宝，那咱们家会不会因此受到牵累？叶喜喜点头，按照书里的剧情呢，接下来会有源源不断的刺杀，有的呢是冲周玉成，也有的呢是冲萧恒宇。叶喜喜之所以告诉温若彤和方翠兰这些呢，也是希望他们心里能有个底。妹宝，我还是没听明白，为什么叶婉熙和许娇娇不一样？因为许娇娇是白付出啊，李景坤不喜欢她，只是利用她，等她没了利用价值就会被抛弃。而牛婉熙不一样，她很聪明，运气还好，萧家也会因为她的帮助越来越好，萧世子也会因为她的仗义相助爱上她，并许诺她一生一世一双人。就是爱与被爱的区别呗。李景坤不爱许娇娇，所以许娇娇将来会有吃不完的苦头。世子爱叶婉熙，所以只要他苦过这段日子，将来就会有享不完的福。是这样。叶夫人，你看开点儿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没有儿孙我享福。叶喜喜过来的时候呢，刚好听到李秀兰在宽慰江清月，小子们不争气，咱喜喜争气就行啊，大不了以后咱给喜喜招个上门女婿。也不是不可以啊。正想着，就听见安王妃开口了。是啊，清月，你家儿子不争气，但我家儿子争气呀。反正我们安王府已经没了，不如就让玉成上你家给你当上门女婿去，彩礼啥的我都不要，我就一个要求，得把我这个老娘带上。不行，不行，咋就不行了？我家玉成多好啊，长得好看不说，武功还高。小王爷是不错，可不能人道啊。咱们叶宋两家就喜喜这么一个闺女，还指着她将来能多生几个孩子，给咱们两家传宗接代呢。这娶回来一个太监能干啥呀？啥？我儿子不能人道？不然呢？叶喜喜像是吃到惊天大瓜似的。不是吧？周玉成竟然不行！不远处正在偷听的周玉成脸色黑如锅底，他不要面子吗？怎么可以当众造谣污蔑他？李秀兰没注意到叶喜喜把江清月之前说的话又给安王妃重复了一遍。安王妃听完之后呢，整个人晕晕乎乎的，就跟天塌了似的，完犊子了！他的好大儿竟然是个太监，亏他以前啥都不知道，还傻乎乎的想把他跟叶喜喜凑到一起，这不是害人吗？清月，真是对不起，我不知道玉成。算了，以后若是碰上更好的，我再介绍给喜喜。没事，玉成这孩子也是受苦了，为了整个大夏朝牺牲了自己，还落了这么个结局。好在你还有月安，将来也能抱上大孙子。安王妃挤出一丝苦笑。周玉成看不下去了，想跟自家老娘解释解释，可话到嘴边呢，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。最让他崩溃的是呢，叶喜喜看他的眼神呐，古怪中又透露着一丝怜悯，怜悯中呢又透露着一抹欲言又止。终于呢，他忍无可忍，跟安王妃坦白了。娘，您别听叶夫人和宋夫人瞎说，我身体好着呢。娘知道我儿子长得高高大大，怎么可能是太监呢？就算是太监，这么丢脸的事情他也不会承认的。周玉成还以为安王妃听进去了。那您跟江伯母和李婶子说一声，省得他们在背后乱造谣。安王妃嗯了一声，转身就去找两个老姐妹诉苦。清月秀兰，我苦啊！夫君是个花心大萝卜，纳了一房又一房的小妾，原本以为大儿子是个好的，结果却成了太监。安王妃声音不大，却好巧不巧的被刚小解完正好路过的赵晴儿听了个清清楚楚。赵晴儿一听，当即跑到安王爷跟前，大呼小叫道：“王爷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小王爷成太监了！”周玉成心想，他就多余解释，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没胡说，我听安王妃说的。为了维护儿子的尊严，他大步走到赵晴儿跟前，二话没说，直接甩了赵晴儿两巴掌。放屁！我什么时候说的？他这欲盖弥彰的做法，让众人更加确信周玉成是个太监。行了，都别闹了，抓紧时间休息，马上又要赶路了。赵晴儿，再让我听到你在背后乱造谣我儿子，我就撕了你的嘴！周玉成心说，确定造谣他的是别人，而不是他自己啊。玉成啊，你别听赵晴儿胡说八道。周玉成没说话，黑着脸朝一旁的林子走去。他这张老脸呢，是彻底被他老娘和叶喜喜的两个老娘给丢尽了。听到系统的提示，正在看热闹的叶喜喜立刻拔腿去追周玉成。老天奶呀，他的空间里如今可是种了满满当当的农作物啊，可不能因为他老人家的一点坏心情导致黑土地面积缩小，农作物减产呢。
哎呀，周一成，你走那么快干嘛呀？马上又要赶路了，一会儿官差要是找不到你，可是会拿安王妃和玉宁他们出气的。你别过来！你别难过，其实太监也没什么不好的，最起码不用天天刮胡子。周一成无语啊，你也别怪你娘，出了这种事情，她这个当娘的比你还难过。周一成更无语了，想开点嘛，你是为了守护大夏朝才会变成这样的，这不是你的耻辱，而是你的勋章。俗话说得好，神仙为你关上了一扇门，一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的。叶喜喜一个人叨叨叨老半天，周雨成低着头，别说话了，就是一个多余的眼神都没有给他。周雨成，我冒昧的问你一句啊，你那玩意儿是彻底没了，还是单纯的硬不起来呀？要只是硬不起来的话，等以后二当家来北地找我玩的时候，我可以拜托他给你瞧瞧。反正只要东西还在，就有重振雄风的希望。周雨成是又气又羞啊，他是真不害臊呀，什么虎狼之词都能说得出口吗？叶喜喜，我在。你都爬了我的床了，我什么情况你能不知道？只是爬了床而已嘛，我又没把你怎么着，我能知道个啥呀？周雨成震惊了。哎，算了，这不重要，咱们回去吧啊，别让你娘担心了。还在啊？什么还在？你说什么还在？叶喜喜往周雨成某处瞄了一眼，小脸一红。在就好，在就有重振雄风的希望。叶喜喜递给周雨成一竹筒灵泉水，我爹昨晚刚给我的圣水，你晚上睡觉的时候用圣水泡一泡那里，看看有没有效果。要是有的话，以后我爹给的圣水我都先紧着你用，要是没有的话，就等二当家来找我的时候找他给你治治，他医术不错的。我两个哥哥体内的毒都已经彻底解了，想必你那点小问题他也能治好。不用，我好得很。行，那咱们回去吧。某人死要面子，叶喜喜呢也不好多说什么。周雨成心里还有气，为了不耽误赶路呢，只能闷闷不乐地跟着叶喜喜回到营地。小王爷，安王妃，好消息，天大的好消息！什么好消息？我是来给小王爷保媒的。保媒？安王妃皱眉，他不是疯了吧？他儿子可是个太监呢。王妃，虽然咱们如今落了难，但是孩子们的终身大事该考虑的还是得考虑的。安王妃垂眸不语，是他不想考虑儿子的终身大事吗？是条件不允许啊。安王妃，我也就不绕弯子了，就小王爷这条件，想娶个清清白白的姑娘肯定不现实。正好温家那姑娘相中了小王爷，就托我来给做个媒。虽说温家那姑娘以前嫁过人，但问题不大。小王爷不是不能生吗？刚好他生了一儿一女，孩子呢也正好跟着咱们一起流放，这不是赶巧吗？只要她嫁过来，小王爷就喜提一儿一女。滚！小王爷，您别生气呀，您有啥条件尽管提，只要不过分，温家都能答应。还真是癞蛤蟆爬脚面，不咬人光膈应人啊！那温家小姐看起来没有40，也有35、6吧？小王爷才20多岁，你咋好意思开这个口的？年龄不是问题，都说女大三抱金砖，小王爷一下子能抱好几块金砖呢。说来还是小王爷占了便宜。这么多金砖，你咋不让你儿子抱你家去？就是，我家玉成是废了，但我家玉安还好着。等将来玉安生了孩子，给玉成过继1、2个不就可以了吗？为啥要给别人当爹？周雨成心说，是该说谢谢呢，还是该说谢谢呢？这大老爷们的身边哪能没个操持家务的女人啊？别看温姑娘年纪大，大了会疼人，尤其是小王爷这种不能人道的，更加需要人。他话还没说完呢，一只绣花鞋就精准地击中了他的面门。说完了没啊？说完就赶紧滚，别逼我动手。叶喜喜也不想多事的，可周玉成已经在暴怒的边缘，他再不做点什么的话，养爹和养家大哥刚种的那几亩庄稼就真的保不住了。妇人吃痛，可他知道叶喜喜的脾气，捂着火辣辣的嘴巴灰溜溜的走了。子轩，给姑把鞋捡回来。叶子轩立马屁颠屁颠的给他捡鞋去了。算这臭丫头还有点良心，关键时刻呢还知道护着他。叶喜喜感应到空间又扩大一点点后，便知道周大爷这会儿呢心情不错。他穿好鞋子，抬头看到发现周玉成也在看自己时，冲他笑了笑。结果呢喜提一个大白眼儿，白眼狼刚刚就不该帮他，就应该撮合他跟那姓温的姑娘。三位老娘将两人的小互动看在眼里，随后呢互相对视一眼。清月、秀兰，还是给喜喜尽快说清吧，我怕他对我家那小子有想法。
江清月和李秀兰默契的点头，他们也正有此意。安王妃向来是个行动派，他就开始在流放队伍里给叶喜喜挑起了夫婿，他只挑中了萧恒宇和宋家二福。不行，我们家喜喜这辈子哪怕是孤独终老，都不会考虑广平侯府的人。不行，喜喜是我闺女，我可从来就没想过要把她嫁给我家那几个臭小子，他们不配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那谁行？周玉成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形容自己的心情了。他见过为儿子谋划幸福的老娘，但像他娘这样给儿子添乱的老娘，他还是第一次见。叶喜喜可没心情管这些琐事，他现在只要赶路，基本都坐马车，然后借着马车的遮掩呢，去空间炒瓜子儿。经过几天的努力呢，他已经炒了100多斤瓜子儿，瓜子儿的味道啊，叶宋两家人也都尝过了，一致好评。算算时间呢，最晚明天应该会到下一座城池。叶喜喜决定等明天进了城，就找个借口把这些瓜子儿拿去果子铺卖了。爹大哥，你们把地里成熟的蔬菜也都采摘一些，明日一起卖了。好嘞。父子俩应了一声，乐呵呵的去干活了。宋五福和宋三福看书看累了，出来休息的时候呢，刚好听到叶喜喜的话，忙挽起袖子也下地帮忙。宋四福躺在灵泉边，吸收着天地之精华，打了个哈欠，转身睡觉。听到不远处传来的阵阵呼噜声，叶喜喜无奈摇头。老宋家个个都是勤快人，怎么就基因突变出了这么一个懒货呢？